这支舰队是台湾海军最强舰队，装备台湾最先进驱逐舰。虽然成军仅有40年左右，但已经成为亚洲地区一股不可小觑的水面打击力量。大家好，我是火力军，今天为大家带来台湾海军舰队中实力最强的168舰队。台湾海军的组织结构和美国海军不同，没有海军作战部这种机构，行政、作战指挥部都集中在海军司令部手中，海军的作战兵力都归属于舰队指挥部，指挥官为中将衔。台湾海军由6个舰队、1个独立潜艇队以及航空、岸基、导弹、特战、监侦等辅助兵力组成。虽说168舰队是几支舰队中较为年轻的一支水面打击力量，但自从装备基德级驱逐舰之后，168舰队一跃成为海军最强水面力量。168舰队成军是在1991年，这年台湾海军进行了第8次大整编，为加强东部海域兵力配置，海军成立第2巡防舰队，隶属于舰队司令部，驻地为苏澳港中正基地，接替原中正基地指挥部防卫作战任务，下辖231战队及251战队。这就是168舰队成立的过程。该舰队装备台湾最先进的基隆级驱逐舰，原来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的基德级军舰。这4艘军舰于1981年起陆续成军，加入美国海军战斗序列。2001年，美国核准对台军售，将这4台军舰授予台湾。台湾以光华7号计划建案，4舰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道顿船厂执行起风，并命名为基隆、苏澳、左营、马公军舰。2005年12月，基隆、苏澳军舰抵达苏澳港成军，完成成军典礼，正式加入台湾海军作战序列。基隆军舰隶属251战队，苏澳军舰隶属231战队。次年，其余2艘也到达台湾，为配合261战队完成整编。基隆、苏澳军舰同时改隶261战队。2011年后开始的精粹案是海军的最后一轮大调整，舰队精简整编，撤销261战队，并入168舰队。基隆、苏澳军舰编入231战队，左营、马公军舰编入251战队。基隆级驱逐舰舰长172米，舰宽17米，桅高45米，排水量9783吨，最大航速33节，动力为4具通用动力 LM250030型燃气涡轮引擎。舰上编制30名军官与344名士官兵。基隆级是台湾海军目前唯一现役的驱逐舰，原为伊朗巴列维王朝订购的居鲁士级防空驱逐舰。采用斯普鲁恩斯级的舰体，在保留反潜设施的基础上，大幅提高了防空能力，以此帮助巴列维王朝控制波斯湾的空域。但后来该王朝被推翻，当时的伊朗便取消了订单，因此美方将原定由伊朗所接收的军舰改纳入自己的海军舰队中，并更名为基德级驱逐舰。基德级安装了2座 Mk26双臂发射器，装载标准2中程舰空导弹，取代了原来的8连装海麻雀防御系统。前后弹库共备弹68枚标准2舰空导弹，同时在后桅上配备了更先进的 SPS-48 3座标对空搜索雷达，前桅上装有 SPS-49 2座标远程警戒雷达，舰桥顶部和后烟囱前是2座 AN/SPG-51照射雷达，达到提康德罗加级服役前美国防空型核动力巡洋舰的水平。为了适应海湾地后的气候，基德级将斯普鲁恩斯级的3座空调站增加到4座，燃气轮机进气口加装了沙尘分离器，还增强了海水淡化能力，满载排水量增加到9783吨，比斯普鲁恩斯级多出1600吨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驱逐舰。1988年到1990年间，基德级接受新威胁升级改装，实验性地集成了 C311系统数据链，能够与美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展开区域协同防空作战。由后者的宙斯盾系统制导基德级所发射的防空导弹，让基德级保持电磁静默，充当武库舰。这也是全世界最早实用化的 A 射 B 导形态。后来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美国伯克级驱逐舰的大量服役，基德级驱逐舰对于美军作战体系来说已经有些落伍。于是仅仅服役17年后，也就是1999年，美海军基德级驱逐舰全部退役封存。2000年12月，台湾海军向美国提出采购意向，2001年4月获得美国批准。台湾以光华7号计划建案，合同总价格7.32亿美元，包括了硬件升级、整修、重新启动和培训，还包含148枚标准2舰空导弹和32枚 AGM-84反舰导弹。后又因构建经费遭到削减，
4舰各自只配备了37枚标准2舰空导弹 ，AGM-84也没有多余的备弹。2005年到2006年期间，美国海军陆续将这批舰队以军售方式交接给台湾海军，成为台湾有史以来吨位最大的驱逐舰。基隆级驱逐舰具有强大的防空、反舰、反潜作战以及战场管理能力，可担任由不同作战舰艇组合的作战支队旗舰，亦可在岸置防空制海兵力所涵盖的海域内执行外线机动作战任务。2007年，台湾追加订购了100枚标准2舰空导弹，使单舰备弹量上升到62枚。2008年底，苏澳号的8枚 AGM-84鱼叉反舰导弹替换成台湾自制的8枚雄3反舰导弹。在2014年，还有传闻海军将用自制的海军版天宫3取代标准2，不过尚未发现天宫3具有兼容 Mk26发射架的能力。台湾海军总共7个舰队，军舰主要靠泊港口有5个，包括左营港、马公港、基隆港、苏澳港、高雄港。除左营港为军舰专用港外，其余皆为军民共用港。而168舰队军舰就是停靠在苏澳港。苏澳港是天然良港，外港水深有15米。除了海军济阳、康定、成功级等战舰停靠外，这里也是台湾5大军港中唯一可以停泊吃水达到10米的基隆级驱逐舰。苏澳港旧称东港，原为一小型港口，其地形三面环山，是由北方澳、苏澳及南方澳形成的天然优良港湾，水深且隐蔽性好，形势险要。1974年，苏澳港被列入台湾10大建设项目之一。1978年底，第1期工程完成；1983年6月，第2期工程全部完工。如今，苏澳港水域面积290万平方米，陆地面积86万平方米，拥有13座码头，共长2610米，包括港内勤务船码头1座和营运码头12座。苏澳港的南方澳与苏澳为商港区域，而北方澳则由台湾海军单独建设为海军中正基地。台湾海军中正基地于1969年规划，1972年7月1日正式开工，由台湾海军苏澳基地工程处负责施工。1978年6月，工程第1阶段完成，并驻海军舰艇及陆上单位，成立中正基地指挥部。可以看出，台湾海军把最大的基隆级和反潜能力最强的济阳级部署在苏澳，都是为了进行深海大洋反潜。基隆级具备强大的防空、反舰、反潜和战场管理能力，战时能担任作战支队旗舰，并且在作战中心和战管中心受损时担任备援，也就是依靠相对先进的通信战管系统，承担海上后备指挥中心的任务。在2021年的汉光演习中，168舰队同样进行了海上对抗操练，并且4艘基德舰、罕舰同框参与演练。你们觉得168舰队的实力如何？在亚洲地区能排在什么位置呢？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